大家好，我是猫盾，今天我们来分析银与血最新的眷属奎因。奎因是个坦克，坦克的月相一般都是新月，这个是跑不掉的。至于装备嘛，我私心希望他用的是重型装备，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他变得更坦，而且也可以让仓库里的一堆重型装备有用武之地。不过奎因的定位并不是传统的前排单坦，反而会更像是一个副坦，所以它是中型装备的可能性也是很高的，就看官方想给它多少强度了。如果是为了方便以后再出更强的坦克，那么奎因很大的概率就会像贝拉一样，只用着中型装备。奎因的特性是，只要我方角色每累计受到奎因最大生命值一定比例的生命，奎因都会获得一层克劳利残痕。当奎因的生命百分比不足一定比例时，就会消耗一层克劳利残痕来回血。如果没意外，始祖仓廪一开始的损血就可以保底为奎因添加一层克劳利残痕。官方并没有公布要损失多少生命才能让奎因获得克劳利残痕，也没有公布克劳利残痕可以为奎因恢复多少血量，但个人猜测比例应该会设定在2:1，大概是损失40%就可以获得一层克劳利残痕，而一层克劳利残痕又可以恢复20%血量这样的一个比例。至于能消耗克劳利残痕来回血的血量线，可能会设定在半血吧，这样的血量线会比较健康。奎因在战斗前期，我方人数还比较多的时候，将会有更多机会来累积克劳利残痕，以用来增加自己生存的本钱。由于他需要先透过队友损血才能累积坦度，所以他看起来更像是队里的第二道防线，而不是主坦。奎因的战绩会在战斗开始就为我方全体施加散印庇护，散印庇护会在拥有者受到致命伤害时免疫 0.5 秒内的全部伤害，免疫伤害效果结束后，散印庇护就会被移除，同时也会为该眷属恢复一定比例的最大生命值，这就相等于是给了全队一个免死的能力。0.5 秒的免疫伤害时间非常短，短到甚至不能称它是个无敌时间，充其量就只是能让你免疫一次死亡伤害的程度而已。散印庇护是个一次性的效果，消失后就再也没有其他获取管道，所以奎因是否强势，就要看触发免死后它能恢复多少血量了。若是只能恢复20%的血量，那它就很弱，但若是能恢复60%的血量，那就是强势角了。这边猜测奎因能恢复的血量应该和大仓廪开奥义能回的血量差不多，不然奎因也很难用来代替大仓廪。虽然奎因的免死只是一次性的效果，但大仓廪在打非首领的场合大概也只会开一次奥义，所以效果是差不多的。如果奎因真的不需要开技能，也能拥有一次大仓廪奥义回血的效果，那也是很值得的。奎因的奥义是持续施法的类型，在施法期间，奎因会为我方全体分摊伤害，并为自身施加受到全部伤害降低中和为其他眷属施加受到全部伤害降低小的效果。这算是一种双重的减伤效果，先为队友施加减伤，然后再为他们分摊降低后的伤害。奎因为自己施加的是更高级一点的伤害降低中等效果，但一般被分摊的伤害是不会再计算减伤的，所以奎因的受伤降低效果只能用来降低那些直接砸在他身上的攻击，这样也可以避免奎因在分摊伤害时自己又受到攻击，在双重伤害下很容易就会被蒸发掉。奎因可不是只会呆呆地承受伤害的，他在释放奥义后就会马上为自己恢复一定层数的克劳利残痕，这是他在为队友承受伤害时还能维持血量线的最低保障，并且在奥义的持续期间，奎因也会不断地为自己回血，去抵消为队友分摊的伤害。这些才是他能扛伤害真正的本钱，不然只会扛伤而不会回血，2-3下就挂掉了。奎因关键的自保能力都来自克劳利残痕，而克劳利残痕只能透过队友掉血和自己开奥义来获得，所以奎因是无法独自上前排去当坦克的。虽然奎因的奥义也有减伤，
也能回血，但若把他独自丢到前排去，又要直接扛伤害，又要为队友分摊伤害的，估计他也是承受不了的，所以他注定只能当副坦。如果官方佛心给了他一个重型装备，那么他或许就可以在前排和贝拉去组成双前排，然后由贝拉担任主坦，去吸引大部分的火力。而奎因只是作为另一个饵，在贝拉无法承担全部的火力时，适时的为他吸引一两只敌人的火力来减轻贝拉的负担。若官方给的只是中型装备，那奎因还是乖乖的站到中排去支援贝拉好了，就像大仓廪经常做的一样。奎因真正能当坦克的时间是在战斗后期，相信有玩始祖仓廪的玩家都会经常出现，打到最后结果只剩下始祖仓廪和限定贝拉这两只的场景。当时限定贝拉就是始祖仓廪唯一的坦克，而现在这个位置就可以由奎因来担任。在战斗后期敌人不多的情况下，相信奎因是可以扛得住的，至少他应该会比限定贝拉更能扛，而且他还可以直接开奥义来回血。这时候奥义的终极减伤和持续回血就会变得很有用了。当我方只剩下2个人的时候，显然奎因是会比限定贝拉更有用的，因为限定贝拉开了奥义，只留下始祖仓廪一个人，只会死得更快。有了奎因后，以后剩下来的可能就是始祖仓廪和奎因这2人了。官方的奥义示范当时就是只剩下2个人的。总结，奎因的奥义其实有2种用途，第一种是在战斗前期开来为队友分摊伤害，第二就是在战斗中后期开奥义来为自己回血。由于在战斗后期队友已经剩下不多，奎因也不需要分摊太多的伤害，所以奎因的终极减伤和回血绝对是足够用来承担伤害的。当大家一开始看到奎因的职业是坦克时，第一印象都会是用来代替贝拉的，但看完技能后，却会发现奎因的特性其实会跟大仓廪更像，所以奎因会取代的只能是大仓廪，而不是贝拉。贝拉作为队伍里最能扛的主坦克，它的存在还是很有必要的，奎因只能作为队伍的最后一道防线。大仓廪的战绩可以为前排加护盾来支援前排，大仓廪的奥义则可以为全体加盾用来承担伤害或者用来回血，而奎因所做的工作也是如此，只是他对单支援前排的能力会不如大仓廪，因为奎因的能力都是直接对全体的，保群的能力会大于保单。奎因最大的优势就是很能拖，而拖正是始祖仓廪现在最需要的能力，只要能多给他几秒的时间，或许结局就会不一样了。奎因在 PVE 主线通关上能给始祖仓廪带来很大的助力，有了奎因的帮助，相信通关主线也会变得更容易。在 PVP 上，有人说奎因可以用来克制始祖仓廪，这个说法是真的太夸张了，基本不可能发生。奎因最多只能用来扛下始祖仓廪的一轮爆发，要么就是刚好奎因也开了奥义，牺牲自己挡下一波爆发，不然就是在没开奥义的情况下，队友触发免死捡回半条命。奎因的出现至少会让 PVP 不会变成谁先开始组仓廪谁就赢的场景出现，它至少会给你们互殴的机会，让 PVP 不会变得那么畸形。抽取建议，现在最强的眷属是始祖仓廪，一个能增强始祖仓廪 PVE 通关表现和增加 PVP 对抗始祖仓廪能力的眷属，当然是要抽的了。不过以上的所有内容都只是基于目前已知情报所做的推测，奎因的实际表现，我们还是等实际技能或是上线实测后再来做评价好了。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